马哈本，大家好。不知不觉在伊拉克已经旅行了35天。我这次伊拉克之行一共探索了10座城市，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到访的第10座城市基尔库克。本来我也是打算在这里拍摄一期视频的，但是来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宰牲节。现在呢，这里没有一处景点是开放的，连集市都已经关门了。所以这期视频就总结一下我的伊拉克之行，顺便呢带大家坐车看一下基尔库克这座城市。如果你们也有计划打算来伊拉克旅游的话，那么今天这期总结性的视频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的。首先说一下伊拉克的安全问题，这个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来之前听很多人说这里不安全，因为刚刚结束战争不久，到处呢都比较乱。现在呢，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如今的伊拉克已经非常安全了，因为政府军已经完全控制了整个国家。虽然到处都是检查站，这一点呢比较麻烦，但是呢有军人维持秩序，其实更加安心。所以关于安全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然后说一下我对当地人的印象，我个人觉得伊拉克人真的还挺不错的，对待外国人呢都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友好。即使是出租车司机，也很少有特别离谱的报价。旅游的时候呢，还经常会被当地人邀请去家里做客。走在街上很多人都会热情的和你打招呼。当地的小孩也特别大胆，看到陌生人一点都不害怕，会主动跟你说嗨。所以总体上来讲，我对当地人的印象相当好。另外呢，我也感觉当地人的受教育程度也是蛮高的，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人也都能说几句简单的英语。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伊拉克的教育是完全免费的，从幼儿园到大学完全免费。即使是年纪很大的人，只要你自己想，也都可以去免费读书。这个政策呢，从萨达姆时期到现在一直都这样。说真的，这一点还真的没几个国家能做到。至于是否适合旅游，说实话，我觉得这里真的不太适合旅游。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因为这里没有值得去的地方而是因为这里的基础设施真的太不完善了。首先是伊拉克的城市建设，除了库区的几座城市还不错，其他的城市建设真的很难说有多好。包括首都巴格达在内，大部分的城市都处于战后重建的阶段。很多城市因为战争的原因破坏得非常严重，尤其是摩苏尔，整座城市完全可以用满目疮痍来形容。虽然现在的伊拉克每一座城市都在建设中，但是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其次呢，就是伊拉克的交通也非常的不方便，尤其是和伊朗相比，公共交通方面要落后很多，基本上还停留在萨达姆时期的那种水平。城市内没有大巴车站，只有停车场。所谓的停车场就是坐车去其他城市的地方，一般是小巴车、出租车和私家车的停车的地方。有些城市之间开通有小巴车，另一些城市呢就只能坐出租车或者和其他人拼车。这一点呢真的很不方便。如果交通和旅游配套设施能够再完善一些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绝对值得深度探访一下。再来说一下我的这次行程吧。我的伊拉克之行第一站是巴士拉，我是从伊朗的阿巴丹陆路入境的，在巴士拉一共待了3天，然后坐火车去了巴格达待了5天。之后呢，坐小巴车去了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这2座城市，我各停留了3天，然后又坐小巴车返回到了巴格达，停留了2天。接着从巴格达拼车去了提克里特，待了3天。在提克里特期间呢，我拼车去了萨麦拉，当天往返。再然后就是从提克里特拼车去了摩苏尔，待了3天，然后再从摩苏尔拼车去了埃尔比勒，待了4天，从埃尔比勒搭车去了苏莱曼尼亚，待了4天，再从苏莱曼尼亚坐小巴去了基尔库克，待了3天，然后从基尔库克返回巴格达，又待了2天，整个行程35天，10座城市，基本上伊拉克的主要城市都去过了，每座城市停留的时间大概是3天左右。因为伊拉克的住宿比伊朗贵很多，所以没法像在伊朗那样长时间停留。另外呢，伊拉克的景区的景点确实也不多，所以大部分城市2-3天的时间也就够了。所以如果让我重新再规划一次行程的话，我基本上还是会按照这次的路线出行的，只是巴格达安排3天也就够了。如果计划短期旅行的话，
巴斯拉、提克里特、基尔库克等城市可以放弃。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这2座圣城呢，选择一座就好了。建议选择卡尔巴拉，因为从卡尔巴拉去巴比伦比较方便。至于库区的2座城市，建议选择苏莱曼尼亚。个人感觉苏莱曼尼亚更适合旅行，不过埃尔比勒的交通相对来讲要更方便一些。然后再说一下我的旅途开销，我是从伊朗陆路入境伊拉克的。在去伊朗之前，我在亚美尼亚换了1000欧元，离开伊朗的时候还剩200多欧元。在伊拉克期间，我从 ATM 机上一共取了3次钱，其中有一次我把25000迪纳尔看成是25万，所以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取钱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金额，因为伊拉克取现的手续费真的非常贵，一般每次的手续费都是1万迪纳尔，相当于50元人民币。巴格达银行会便宜一点，但也得5000迪纳尔，所以在伊拉克旅游换钱比取现更划算，而且最好是换美金，比换欧元的汇率要好很多。我这次的伊拉克之行一共用了100多万迪纳尔，人民币大概是5000多元，在伊拉克35天和在伊朗81天的开销差不多。主要的开销还在住宿这一块，因为伊拉克没有青旅和民宿，所以只能住酒店，最便宜的酒店也得25000迪纳尔以上，有些城市得要35000迪纳尔以上，所以伊拉克的住宿真的比伊朗贵太多了。然后就是景点的门票也比较贵，大部分景点都是25000迪纳尔，人民币是125元，这是外国人的价格，本地人会便宜很多。但是尽管如此，比起伊朗来还是要贵很多。还有就是交通费也比伊朗贵，伊朗的交通费用是真的很便宜，而且交通很方便，大巴很舒适。伊拉克就要贵很多，交通也不方便，主要是油费比伊朗贵。我就想不通了，同样是产油国，不知道为什么伊拉克的油费比伊朗贵那么多。至于其他的消费那都还好，吃饭、喝茶、买生活用品的价格都和伊朗差不多。最后再说一下伊拉克的一些风俗习惯吧。伊拉克是一个穆斯林国家，穆斯林国家的一大特点就是女性佩戴头巾，有的国家法律规定女性必须佩戴头巾，比如伊朗，有的国家可以不用佩戴，比如土耳其。伊拉克和土耳其一样，按照伊拉克的现行法律规定，女性在公共场所可以不佩戴头巾。但是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虽然伊拉克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大部分伊拉克的女性还是会自发的佩戴头巾，而且是佩戴2层头巾，一层头巾是把整个头发全都包起来，没有一丝头发在外面，另外一层是披在外面，这一点和伊朗完全不一样。在伊朗，除了年长的女性在佩戴头巾的时候可能还比较规范，年轻的女性都只是佩戴1层头巾，刘海全都在外面，有的人甚至只是把头巾挂在脖子上，遇到风化警察他们才会把头巾戴起来，其他的时候只要是能不戴头巾，他们就一定不会戴头巾。所以可以看出伊拉克的女性普遍比伊朗女性要保守。这一点呢，从你在伊拉克人家里做客也能看出。去当地人家里做客一般是见不到女主人的，即使是妈妈级别的年长的女性也一般不见外男。而伊朗女性就完全不一样，她们在公共场所是非常开放的，要不是戴着头巾你都猜不出她们是穆斯林。至于男性的穿着，这2个国家也不太一样。在伊朗旅游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当地人穿短裤，即使是像雅兹德这样的沙漠城市，天气非常热，男性在外面都穿长裤，所以我在伊朗旅游的时候天气再热我也没穿过短裤。伊拉克就不一样，虽然男性穿短裤也不常见，但是还是能见到，所以你穿短裤出门是完全没问题的。另外就在伊朗，大街上穿民族服装的人不是很多，而在伊拉克穿民族服饰的人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穿阿拉伯长袍的人。至于喝酒的问题，大部分穆斯林国家都是禁止喝酒的，比如伊朗在公共场所是绝对不能喝酒的，即使是在家里喝酒也是属于违法的行为。不过伊拉克就要好一点，虽然在公共场所也是不能喝酒，但是在家里喝酒是没问题的，这一点跟土耳其一样。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了，其他的呢就没什么了。由于我在基尔库克期间呢，正好是宰牲节，可以看到城市道路边上有很多杀羊的，这也是当地的一种节日风俗。按照当地的传统宰牲节期间要杀羊，而且杀羊之后呢，只能留一半给自己，另外一半呢要送给周围有困难的人家，是不是很有意思？伊拉克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国家，到处充满了神秘感。
虽然旅游的配套设施目前还不完善，但是这个国家真的很值得来看一下。你们会来伊拉克旅游吗？行，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下一期视频开始和大家分享我的约旦之行，那咱们安曼见吧，拜拜。